这是唯一一部内地不敢拍的真正有鬼的恐怖片。2024最新越南恐怖电影《湄公河水鬼》。影片开始就是一名身穿红袍的女人，不仅嘴里嘟囔，手上还有个诡异娃娃，随后便站在河边的围栏上，带着娃娃纵身一跃跳了下去。几天后的夜晚，渔民划着小船出现，将白天撒下的渔网给捞上来，正好那个娃娃也被缠在网上。于是随手便将它丢弃在船舱，紧接下一秒，周围响起女人的声音。可这夜深人静，周围根本不会有人。一回头，整个人魂都被吓没了。果然有个阿飘站在不远处。等他回头，阿飘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然而就在他俯下身子捡船桨时，被一双手一把将其拖入了水中。随着渔民一阵扑腾，很快水面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自此之后，村民纷纷告诫孩子别去河边玩耍，可以捕鱼为生的大人们却没办法，常常会有人莫名其妙的溺水身亡。因此湄公河衍生出了一种新职业，名为捞尸人。自从阿玉丈夫死后，她也成为了捞尸人。母亲常常劝她换一份工作，然而她可能因为丈夫的缘故一直坚持。隔天，她像往常一样送女儿去学校，临走因为与小敏多交代了2句，耽误了与其他小伙伴一起同路。路过一个小池塘，意外看见了那个诡异娃娃，抱着好奇心，小敏捡起了娃娃。就连下课休息都对他爱不释手，甚至同学喊他去玩也直接回绝。紧接下一秒就听到有人在喊他。随着声音的方向来到了一处废弃楼，在走廊处看到个恐怖的女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好友小胖来找他了。小敏解释里面有个奇怪的人，可在小胖的眼里却啥也看不见，还以为是小敏在装神弄鬼吓唬他，于是回头便做了个鬼脸反击。看在他一直坚持对面有人，小胖便大胆地走上前查看。就在他回头的功夫，女人又出现了。紧接迈着6王爷的步伐离开了。小敏见状连忙跟了上去，可就在几人返回家的路上，小胖带着他们走了一条捷径的路，结果走在最后的小敏又一次看到了。危机时刻也是小胖来救场，同样在他眼里啥也看不见，一瞬间摸不清头脑的他也顾不上那么多，直接拉着女孩的手往回走。别说这个举动还是挺暖心的。回到家，小敏就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，母亲则以为是个陌生人问路，告诫女儿别跟不认识的人走就对了。说完就挎着背包出门工作，因为在村子附近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捞尸人的工作也会负责打捞，随后用绳子绑在船尾，将尸体从水里运到陆地上，岸上的人会第一时间用草席盖住。做完这一切，阿玉会带着台灯离开，然后找到神坛，再将一块白色布条贴在脑袋上，这是他没打捞上来一个人都会去做的祈祷。最后再把头上的布条挂在神坛旁。尸体运到义庄的时候少了根手指，而且男人生前的水性一向很哇塞。紧接义庄老王拿出祖传的验尸法器，是个传了几代人的龟壳与铜钱，再将其中1枚铜钱放到尸体嘴里，紧接就开始不停口吐河水。好一顿抽搐后才停止下来。隔天为了女儿小米的安全，专门喊了邻居的大儿子接送，走的也是小胖那天的捷径之路。好奇的拿过小米手上的娃娃查看，不小心将玩具上的小脑壳给扯了下来。正是因为这个举动害死了自己。走着走着，小米又看到了女阿飘，身边的男孩也不知去了何处。这就是女阿飘的可怕之处，只有当事人才可以看得见她。回到家，小敏整个人都害怕了起来，母亲还傻乎乎的没意识到事情的不对。另一边送她回来的邻居男孩也被女阿飘给盯上了。紧接黑夜中莫名有条船撞过来，于是男孩便好奇的来到船上查看，水下突然出现许多的泡泡，可下一秒就这样男孩成功的饮恨西北。不久后，邻居便来到阿玉家寻找儿子，在船上只看到男孩遗留的工具，感觉到不好的阿玉拿起一个盘子将其敲碎，再用鱼绳系在最大的那块碎片上面，丢入河水中，不知在寻找什么。等了半天水下还是没啥动静，最后亲自下水去寻找了一番，结果还是啥也没有找到。回来后就在门框上点了一炷香，转身来到厨房准备洗把脸，发现水龙头内有个皮肤之类的组织，一回头就发现男孩鬼一般的出现。醒来后，这才发现自己是做噩梦了。心有余悸的阿玉还是连夜开着小船出发了。下水打捞前，该敬畏的一样不能少。最终在水下的渔网边看到男孩的尸体，
渔网框起来的地方是他们的生活区，连续几次才将缠绕的渔网给割断。等阿玉刚把尸体抬上岸边的时候，男孩的母亲也赶了过来，看着他抱着儿子哭泣的样子，阿玉的心里也非常的难受。要不是他让男孩帮忙接送女儿放学，也许他就不会死。紧接还是老规矩，每找到一具尸体就去祈祷一次。这次就在他绑布条时发生了意外，神坛上的亮光不停地在闪烁。然而就在他刚准备离开的功夫，白色布条莫名其妙地燃烧了起来，滴落的火苗竟然是河水，触碰之后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。于是他找到在义庄的老王，这才得知女阿飘是想转世投胎，但必须要找到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家中醒来的小敏起床发现娃娃出现在门口的水里，殊不知水里一直有东西在盯着她。刚想去捡的功夫，娃娃沉入了河底。母亲此刻也赶到了家门口，女儿则被阿飘一把抓住脚踝拖了下去。听到动静，她立马找过去，只在门口看到女儿留下的血。此刻小敏早就被带走远了。母亲在水下找半天也没发现痕迹，一连几天把附近的小河支都给找了，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。为此，他找到村里有名的驱魔大师，准备使用祖传的死亡之眼切换术，就是将一个肉身成为导体，让灵魂出动。说白了就是灵魂出窍大法。随着大师用手按在阿玉的眼前，他整个人如同沉入了水中。啥时候水盆中的绿叶沉入湖底，他就得上岸。几分钟后，用虎头鲨的速度快速搜索，最终在一处丛林发现女儿的身影。可他只是灵魂体，无法救出小敏。关键时刻，阿飘出现，直接甩飞了他。不死心的阿玉一直都不肯回来，这导致水盆的水都给烫干了，法师的手也被烫得泛起了皱纹，最终因为体力不支昏了过去。阿玉则靠着记忆只能找到大概的方位，幸好醒来的大师告诉他准确位置，果不其然在里面找到了女儿的身影。小敏也只是昏迷，并没有死去。可就在当天晚上，法师刚从河里取了一碗湄公水，回头阿飘已经找上了他，随后一个猛子扎入水中，用头发缠住大师的脚，直接拖了下去。隔天一早，小敏直到现在还没醒过来，母亲便想到义庄的老王可能知道什么，坦诚想到自己找了大师帮忙的事，询问一圈，这才知道小敏出生的日子是当年与女人跳河自尽的同一周期。他是想小敏成为祭体，带着力量复活。得知真相的母亲日夜守在女儿身边，随着床头柜上的布娃娃一转身，小敏如同附体一般醒了过来。不过她的瞳孔已发生巨大的改变，独自一人出门来到河边，朝着河里不断念诵着语言，期间水里充满了热气滚滚。醒来的他看见女儿不在床上，好在小敏跳下的那一刻一把抓住，联合母亲两人强行给拽了回家。隔天一早便带她来到义庄老王这里，看着小敏这非人类的状态，紧接拿起龟壳开始驱动法术，将掉出来的铜币塞入口腔内，把体内不知名物体吐出来后，小敏这才安静地躺着睡觉。就在母亲询问老王为啥铜币有用，殊不知全部被女儿都给听见了。老王之所以知道铜币可以救人，是因为他祖父是最早的捞尸人，当年对外的称呼是死者搜寻队。晚上当母亲来到门口打水洗脸，另一边的阿飘也唱起了摇篮曲，接着他就在水里也看到个娃娃，下一秒整个人就被阿飘附体了。冲进房间说啥也要带小敏离开，而且行为非常粗暴地抓起小辫子。尽管赶来的老王还想阻止阿玉，可没两下便将老头直接甩飞来。最后出来的时候，老母亲也来了，当场被阿飘用一招隔空掐人术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带着女儿跳下去，小敏趁他不注意，将之前地上捡到的铜币丢了进去，瞬间母亲的脸开始面目狰狞，阿飘控制她的力量越来越渺小。还没等两人开心，阿飘又出来，紧接阿玉将口里的铜币塞给女儿，自己则抱着她同归于尽跳下去。一段挣扎之后，女阿飘最先歇菜，阿玉也因为吸入大量湖水差点昏厥，最后还是靠着意志力成功活了下来。本以为故事到这里是快结束，哪得知导演最后还留了一个伏笔，至始至终小敏压根就没有被救回来。母亲因为思念彻底疯了，那天早上就只是小敏的书包躺在床上，全程都是自己一个人在独眼。
几天后，阿玉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，每天除了喊着女儿回来，基本啥也不会。老母亲也只能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可湄公和女阿飘的事迹依旧还在继续，每次受害人死了，灌木丛就会出现尸体。Người dân trong làng cũng sẽ tìm thấy xác của Phạm Thái nằm ẩn trong những rễ cây nước。直到今天，阿飘的故事仍无法解释，他的谣言被传得越来越离谱。估摸着导演是为了续集留下的悬念，最后给小胖子一个特写，还是那条回家的捷径之路。女阿飘也测试了小胖子的苦胆。